好格局，好生活，欢迎收看设计家平面图看明白，我是朱的好。想要量身定制最合适自己生活习惯的家，那就一定要在格局上做调整。但改格局要敲墙、砌墙，额外增加了一笔装修费。难不成我好不容易存到了几十万，想要装潢，却不能拥有自己的梦想家吗？才没有，当然可以哦。我们就做过80万改造15坪的案子哦。咦，真的吗？那我好想知道。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购设计杨子莹。Hello， 大家好，我是购设计杨子莹。很惊讶哎，真的只要80万就可以把空间改成自己想要的格局吗？其实调整格局不一定要敲敲打打，其实只要做一点小微调就可以达到目的。那我今天带来这个案子呢，就是我们2020年以80万装修的案子哦。那我们今天分别来看到一个低预算，刚刚讲到这个15坪80万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高预算的案子。那首先大家一定都很好奇，15坪80万到底要怎么改？我想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空间它居住成员大概是怎么样。这个家呢是一家4口，它主要是2个大人2个小孩。那我们可以来先看一下它原始的平面图。好，当我们进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这3个门的位置摆放的位置其实是蛮奇怪的。那想问一下，他除了这3个门之外，他在格局跟他需求上有什么样他们想要的状况？主要是妈妈喜欢烹饪，所以她希望说在厨房的部分呢，能有多一点的收纳。但是目前呢，房门的位置其实有点局限了她的工作空间。那再来呢？妈妈梦想中希望在主卧室有一个更衣室，但是这个坪数其实只有15坪。那由于他们有2个小朋友，所以希望能在小孩房呢放下2张独立的单人床。那偶尔奶奶会来居住，所以希望能有一个合适的空间，有足够的收纳跟弹性的空间这样子。最后就是预算真的偏低，只有80万，不过现在已经做不太到了。你为什么做不到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加上现在原物料一直在调涨，所以80万真的有点难。早装潢等于是赚到哎。那请问一下子莹，可以帮我预估看看，说现在这个案子，那我大概花多少钱可以达成吗？我们会建议就是一定要经过设计师或厂商的评估，但是建议在预算的部分一定有大概1个月左右的效期，因为原物料是一直波动的。这1个月后有可能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是哇，那想装潢真的要趁早哎。那我们再看回这个15坪的案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当中，要给它合适更衣室，还有足够空间的厨房，再加上它预算有限的状况下，想问一下子莹，这样要怎么处理呢？首先呢，因为坪数小、预算低，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在调整格局的时候是没有以敲墙为手段，而是以拉整墙面跟调整门的位置为主。那因为主要是我们把主卧呢跟厨房的门做成隐藏门，把它纳入成电视墙的一个设计里面。来看一下，就是原本3个房门的位置，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主要调整的部分呢，有厨房的房门跟小孩的房门。那小孩房门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把它往外推，将原本走道的机灵空间纳入小孩房，增加它的空间。厨房呢，将房门移到它主要的工作动线上，让整个收纳增加。它移到工作动线上就可以增加收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因为其实门我们也会把它当成动线的一部分。那原本的地方呢是在侧边，那就会变成是说它少了一个收纳柜。那我们将门跟走道结合之后呢，其实就多出了那一个门的回转空间可以使用。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主卧它也想要有一个更衣室嘛，因为主卧的空间呢是长形的，所以我们是借由移动门扇的方式呢，将睡眠区跟机能区做一个区分，让它多了一间更衣室出来。所以这个方式其实跟刚刚讲到的那个厨房的这个分隔方式是有点类似的吗？对，这2个概念都是一样的，就是将门呢移到一个就是走道动线的部分，让门的使用空间跟走道的空间是互相做结合的。好，那我想问一下，它除了这些需求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条件是，它想要有一个多功
功能室？因为呢，奶奶偶尔会来这边居住，他们就希望有一个多功能室，除了让小朋友写功课跟增加收纳以外，所以我们在公共区域靠窗的地方呢，做了一个架高多功能室。架高的部分，刚刚有提到的是为了收纳嘛？那这个收纳我们也都是用上掀式啊，或者是我们除了就是说做了上掀的收纳以外，前面也做了抽屉。那墙的侧边呢，帮2个小朋友做了2个可以收纳的书桌。让他们可以坐在那边写功课，那又不会说空间太局促。那真的是多了很多机能哎。可是我另外也想问一下，因为我其实看到小空间很多都是单面采光或是 L 型采光，那我们这个空间它其实也是属于单面型采光的。那如果你做了一个多功能室，它的采光会不会有问题？所以呢，在门片的部分呢，我们就是用玻璃门片的部分，让光引进来。那如果说有人睡在那个多功能室，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帘子是收纳在天花板的部分，基本上就兼顾了采光跟隐私的部分。所以小坪数的部分好像就是任何的设计都要一物多用，身兼多功，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案子很特别，因为它只是透过改门的位置就可以达到改格局的效果，非常的神奇。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子莹，如果除了这个15坪的小案子，我们同时有遇到预算不足、空间小又要改格局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要改格局呢，重点是要改对方向，不是改得多就比较好。所以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会先建议呢，可能不敲墙，透过改房门呢，或是说把一些机灵空间纳入使用。所以这个案子呢，我们是通过调整门扇的方式呢，来达到居住者的需求，也帮屋主控制住预算，满足他们居住的品质跟实现他们的梦想。那15坪的这个案例其实是真的蛮极限的。如果我们现在预算足够，然后坪数大概又是在30-50坪的状况下，想问一下，这样在格局改造上跟坪数有限，然后预算有限的状况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们用另外一个50坪的中古屋案例来举例。这个案子的它的预算其实是600万，但是因为新古屋点呢，费用它本身就是比较高。那屋主在买屋的时候呢，发现前屋主他其实在公共空间多隔出了一个书房空间，所以其实我们进去的时候采光是不太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公共空间是个长形的，那前屋主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很大的书柜，把后面的区域当成书房空间，所以它其实挡住了1半以上的采光。那原始的屋况除了说采光不好，再加上它其实格局是不太符合我们现在屋主的需求，包括说他们希望在玄关呢有一个很大型的储物间。那女儿因为最近在学烘焙，她希望要有一个大的开放式厨房。那我们也希望说她有一个书房，除了当做琴房，也能当做客房使用。还有就是它的3间房间其实比例都还蛮奇怪的。那还有主卧室，女屋主有很多的包包跟衣服，她就希望说有很大的收纳跟更衣室。听起来真的是要大改格局的状况哎。那我想问一下，首先第一步要从哪里下手？主要是因为它的玄关区域真的非常大，所以我们是把储藏室呢安排在玄关的部分。那因为它比较狭长型，所以我们就是开了2扇门。让它就是比较有充足的收纳，因为如果只有1扇门，可能就是杂物会一直堆放，然后导致说拿不到里面的东西。那2扇门的话，是可以最清楚看到里面放什么东西，最方便的。这是一个蛮聪明的方法，对，而且因为2扇门刚好也是一个对称嘛，跟刚刚提到的新古典，我们这个案子是新古典风格的，是有呼应的。那原本的书房区域呢，我们就把它挪到就是说公领域的最边角去，然后让说整个客厅空间整个是开放的，采光都是进来这样子。那书房虽然位移了位置，也取消了这个书墙，还会不会有采光上面的一些阻隔跟问题？好，因为平常的书房呢，除了做女儿写功课的地方，也是他们的琴房。那我们就是做了比较新古典的拉门呢，让它是光线整个穿透感的。所以一进到就是公共空间，其实是串联客厅、餐厅跟书房，整个采光都是非常好的。
书房跟主卧室有做一个调换吗？原本的主卧室其实它空间是蛮大的，但是它其实格局比例上有点蛮奇怪的。那我们其实就把2个空间调换，让主卧室是挪到后面，靠近说社区花园的部分，然后让它的空间是比较方正一点，就可以更多的收纳这样子。除此之外啊，就是女儿许愿的大厨房，这个要怎么处理呢？它原本的厨房其实就是一个厨房空间，那女儿就希望说她能有一个中岛，那中岛下面就会摆她的烘焙的用品。她希望说，邀请同学来家里的时候，她可以在厨房这边烹饪，那同学在餐厅她可以有个互动性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帮她稍微扩大一下空间，跟增加了一个中岛。我们还是有考虑到油烟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有做玻璃的门片做遮挡油烟的部分。那我们把主卧室移到后面之后呢，整个空间是比较方正、比较长形的。除了一个大更衣室以外，它的床边其实做了一整排的收纳，所以它其实收纳量是非常够的。那整个动线都是比较顺畅的。在次卧室的格局上有做改变吗？原本就是客厅后面的那个次卧室，其实当女儿房间，但是其实它偏小。所以我们是变动客浴的空间，加大女儿的房间，让她就是说整个收纳跟使用空间上是比较足够的。这个案子啊，其实是算是离我们就是现在录影跟影片出来比较接近的时间了，所以跟现在的物价是比较相近的。它是一个50坪的中古屋，那在中古屋的这个改造上呢，本来就有一些管线的替换啊，还有垃圾清运的问题。现在垃圾清运真的很贵，如果是那种政府合格合法的垃圾车，其实16000将近2万，其实都有，会依照说垃圾的区分这样，所以真的是一直在涨价。新城屋跟老屋比起来，或是中古屋比起来，是不是中古屋跟老屋垃圾清运量比较大？是的，因为他们其实要做很多基础工程的部分，所以包括说拆除啊、清运、敲打这些都是非常多的。所以难怪就是在老屋跟中古屋的改造上会需要抓比较多一点的预算。同时，这个案子又是新古典，新古典的风格呢？为什么新古典风格预算要比较高？这个很常客户在询问我们，因为像北欧风的话，它其实门片的造型就没这么复杂。那新古典基本上它就是，例如我北欧风的门片做好之后，它可能再滚1圈线板，它就是2次的工，所以整个预算就是大波上去。所以我们在建议大家，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时候呢，在买房子尽量可以从户型下手，或是买新成屋，买到适合自己的户型，这样就可以减少敲敲打打的装潢花费。那最后呢，我们要谢谢子莹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带来这么精彩的2个案例。好，谢谢大家。好的，本节节目内容就是这样，千万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是住得好，我是杨子莹，设计家平面图看明白，下次见，拜拜。